人声鼎沸的火锅店，男人端起汤锅倒在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大哥头上，人群顿时乱作一团。男人的2个哥们见状也没落下，抄起桌上能拿到就是一顿物理攻击。这个教别人火锅汤的狠人叫亮亮，不怪他要动手，只怪这大哥撞枪口上了。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，一个盘量调顺的姑娘趁着等绿灯的时间，怒气冲冲摔门下了豪车，然后二话不说坐上了同样在等绿灯的亮亮的车。亮亮皱眉说自己不是出租，女孩却语气不善的让他赶紧开车。豪车里的富二代追了下来，扒在车窗上一边哄女孩下车，一边威胁亮亮不准开车，否则就砸了他的破车。原本不想掺和这件事的亮亮闻言改变了主意，在绿灯亮起的瞬间一脚油门窜了出去，富二代也上车追赶，两人在街头上演了一出夺命狂飙。最后亮亮凭着机智的脑瓜子甩掉了身后的豪车，然后将姑娘放在一个方便打车的路口，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多余的交流，赌气一时爽，事后火葬场。翌日，富二代便找上门砸了亮亮的车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赔得起，砸车就图出口恶气。亮亮虽然气恼，却无处发泄，大概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，确实没精力和富二代纠缠。亮亮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师，就算火山爆发，该上的班也还是一天不能少。他像往常一样来到拍摄现场，意外发现今天的模特就是那晚上他车的女孩。女孩名叫喵喵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18线小演员，平常也做些模特的兼职。拍完广告，女孩被安排上了亮亮的车。同事黑老师吩咐亮亮一定要把人安全送回家。亮亮和女孩都认出了对方，两人心底升腾起一股别样的情绪，嘴角也带上了笑意。亮亮的车开得很慢，不多时天空飘起了雨，他被砸坏的天窗还没来得及去修，好在喵喵带了伞。两人就这样晃晃悠悠开到了一家饭馆。喵喵是这里的常客，店面虽然不大，但胜在好吃，鲜香热辣的火锅冒着热气，这顿饭又将两人的关系拉近了不少。离开小饭馆，喵喵带着亮亮来到一家酒馆，台上的民谣歌手唱着欢快的小调。喵喵走上台拿部话筒，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，希望亮亮能给他献唱一首。台下顿时一片起哄声，亮亮只得硬着头皮站上了台。喵喵原本只是想捉弄他，没想到亮亮还真有一手，抱起一旁的吉他弹唱了一首《灰姑娘》，低沉温暖的声音俘获了喵喵的心。亮亮准备搬去一个新的地方，他和喵喵说起了这件事，喵喵当即表示要帮他一起搬家。翌日，喵喵如约来到亮亮家，他像女主人一样吩咐工人们小心一点，不要磕坏了家具。忙活了一上午，终于将所有东西都搬到了新家，接下来就是慢慢归置。喵喵和亮亮躺在床上休息，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，气氛瞬间变得很暧昧。正当亮亮准备有所动作时，前女友梅梅却突然找上了门，要拿走自己的东西。她在屋里翻箱倒柜，喵喵有些尴尬地站在一旁，亮亮也急忙帮着走，才将这个瘟神送走。喵喵有些不开心，亮亮发挥了自己的流氓本色，两人甚至没有确认男女朋友的关系，就率先发展到了床上。事后，两人聊到了对方的情史，亮亮坦言他的原则就是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，谈过的女朋友差不多也就能组2桌麻将。亮亮的坦白倒让喵喵有些不知所措，他们俩的关系从一开始似乎就不健康，也没有打算能和对方走太远。见喵喵不开心，亮亮提出让他搬过来一起住，似乎住得近了心门更近。同居很快被提上日程，两人一起挑选了家电，给出租屋添置了一台全自动的冰箱。喵喵很喜欢那些璀璨梦幻的水晶吊灯，但为了两人的钱包考虑，最后还是挑了一盏造型可爱的吸顶灯。就这样，两个喧嚣城市中的孤独灵魂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走到了一起，一切看起来更像权宜之计。几天后，喵喵在手机店偶遇了富二代，两人说起给他介绍资源的事，虽然喵喵不介意，富二代却坚持要他请吃饭赔罪。富二代追了喵喵好几年却一直无果，他再次提出想要包养喵喵，喵喵却告诉他自己已经被包了，那个人家里资产在京城排不上号，最值钱的也就一台进口冰箱。说曹操就曹操到，喵喵话音刚落，身后就传来亮亮的声音，他来给吃饭不带钱的梅梅结账。眼下的场合属实有些尴尬，四人关系错综复杂，画面堪比修罗场。得知喵喵和亮亮的关系，富二代大吃一惊，紧接着又知道了梅梅是亮亮的前女友。他看亮亮的眼神带上了3分崇拜、3分嫉妒和3分疑惑，很想知道自己究竟差在了哪。这件事像个小插曲，晚上喵喵和亮亮又甜甜蜜蜜地腻在了一起，只是有些事有些情绪，不是逃避就能轻易接过，他们会慢慢积攒，直到某天彻底爆发。亮亮所在的办公室狼多肉少，除了一个名叫悠悠女孩，剩下全都是大老爷们儿。这天，因为误将广告的热线写成了私人号码，负责设计的肥屎和负责校稿的悠悠大吵一架，都认为是对方的责任。亮亮急忙出面充当起了和事佬，这才平息了战火。
为了感谢他解围，悠悠送给了亮亮一盏小夜灯。晚上，部门的几个同事一起吃饭，亮亮借口加班没回去，殊不知喵喵已经坐在了他的办公桌前，还发现了那盏小夜灯。当晚，喵喵就趁亮亮洗澡的功夫查看了他的手机，并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悠悠的号码，想试探他和亮亮的关系。悠悠不明所以，不一会儿便将电话打给亮亮询问情况。得知喵喵的举动后，亮亮怒不可遏，两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。亮亮表示这个地方他一刻都不想待下去，随后便摔门而出，快速下了楼。喵喵打来电话，问亮亮信不信自己马上就能出现在他面前。亮亮抬头一看，发现喵喵坐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阳台上，他吓了一跳，一边劝喵喵不要冲动，一边着急忙慌上楼，直到亲手将喵喵抱下阳台，亮亮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喵喵和他约法三章，事无巨细，包括几点陪自己看电视，几点睡觉，甚至还规定睡觉的时候要面对面抱着。亮亮一一答应，再三保证能够做到。这一篇看似翻过去了，事实上裂痕一直都在，他们的结合或许本身就是个错误。喵喵极度缺乏安全感，亮亮无法给他的恰恰就是安全感。喵喵最近接了部新戏，要在横店拍摄3个月，他依依不舍地和亮亮告别。为了让对方安心，亮亮答应带他回家过年。送走喵喵，亮亮和几个死党来到夜店，开始了没有女友的放肆夜生活。晚上，喵喵照例来查岗，让亮亮帮自己收一下阳台的衣服。亮亮在夜店的卫生间小心应付，回到家却发现阳台上根本没有衣服。喵喵简直是套路高手。心虚的亮亮第二天没再敢跟狐朋狗友们出去嗨，他老老实实的回到了家，开门却发现喵喵已经回来了。发现亮亮撒谎后，喵喵第一时间回到了家，甚至为此推掉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本以为两人之间又是一场恶战，结果在亮亮一番甜言蜜语的道歉加安抚下，这件事又被轻飘飘的接过。甜蜜劲儿还没过去，两人再度发生争执。喵喵查了亮亮银行卡的消费记录，这让亮亮十分不满，认为他试图控制自己的生活。喵喵反驳自己只是在打理他的生活，每次饭馆夜店都是亮亮买单，他赚的钱不应该给所有人花。亮亮却认为请兄弟吃喝玩乐是天经地义，他不想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，于是便拿着衣服摔门而去，只剩喵喵泪眼朦胧的收拾残局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不想放弃这段感情，于是便冒着细雨出门买了束花。晚上，亮亮下班回到家，餐桌上是喵喵准备好的晚餐以及一束鲜花。听到开门声后，喵喵急忙站起身，讨好的拿出拖鞋。亮亮有些沉默，过了会儿说自己最近要去甘肃出差。喵喵的疑心病顿时发作，问他是不是要跟悠悠一起去。两人话赶话又起了争执，亮亮仍像之前一样生了气就要出门，这次喵喵也追了出去。忍无可忍的亮亮大骂喵喵是神经病，喵喵索性彻底发起了疯，转身就往车来车往的马路中间跑。亮亮急忙将他拽回，两人拉扯着来到路边，这是要互相逼死对方的节奏。亮亮没法改变自己，他的原则就是不主动、不拒绝也不负责，自然没办法给喵喵想要的安全感。喵喵在爱里患得患失，失去了自我，再这样纠缠下去也没什么意义，只不过双方暂时还都不想走到分手那一步。房东准备出售房子，亮亮和喵喵又要重新看房，于是白天亮亮在家工作，喵喵就独自一人出去看房，看了很多都不太满意，他疲乏地回到家，洗了澡就一头栽倒在床上。这时亮亮接到梅梅的电话，让他帮自己找一本获奖证书，明天就要用。等喵喵睡下后，亮亮拿着证书出了门，两人约在一家甜品店。亮亮原本打算给了证书就离开，梅梅却邀请他坐一会儿，亮亮秉承着不拒绝的原则坐了下来。期间两人有个碰手的互动，这一切都被悄悄跟出来的喵喵看到。等亮亮回到家，喵喵没有质问，只是叫他去洗手。第二天晚上，亮亮早早下了班，在厨房忙活着准备晚餐。梅梅再次打来电话，要他帮忙在电脑里找一个音频，这下却无意中让亮亮发现了藏在家里的摄像头，不出意外是喵喵的手笔。亮亮一下子没了脾气，他约黑老师和肥屎一起吃饭，暂时逃离那个让他窒息的家。结果这顿饭吃得更窝火，亮亮本就情绪不好，背后一个身材魁梧的胖子还老是晃悠着凳子挤他。亮亮拍了拍对方，示意他有点挤，胖子非但不道歉，还变本加厉骂骂咧咧，于是就出现了火锅浇头那一幕。发泄完后，亮亮回到家，他和喵喵摊了牌，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个囚犯，喵喵的爱让他喘不过气，他不想要这份爱了。亮亮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喵喵不顾一切的挽留，从苦苦哀求到气急败坏，他用尽了所有手段。然而亮亮这次也是铁了心要离开。喵喵开始疯了似的到处找亮亮，此时亮亮正躲在肥士给他开的酒店，给梅梅发去失恋求安慰的短信，这操作就很迷惑了，倒也符合他的人设。但亮亮不知道的是，喵喵把他手机里梅梅的电话换成了自己的，这条短信自然被他收到。喵喵也在这一刻彻底死心，
他明白亮亮不会为自己收心，也永远给不了他安全感。喵喵来到酒店，他整个人都显得苍白脆弱，留下给亮亮带来的衣服。喵喵告诉他可以回家了，因为自己打算明天搬走。亮亮的生活似乎恢复了自由，但却自由的有些空洞。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劳燕分飞的结局。事实证明，两个人在一起，除了要有爱情，合适也是至关重要的，否则只会互相搓磨。